老铁们，你们好！最近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追扫《毒风暴》啊？我跟你们说，秦昊演的那个大反派卢少华，真的是把那种斯文败类、笑里藏刀的感觉给演活了，看得人后背发凉。但今天我想跟大伙聊聊，这电视剧跟现实比起来，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卢少华的原型人物，那个叫刘昭华的，他的人生疯狂程度，简直就是一部你连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的魔幻现实主义大片。咱们先想象一个画面，时间拉回到1996年，在西安一所著名大学的校园里，一位白发苍苍的退休老教授正慈祥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自称在研究减肥药，一脸谦虚和渴望，说自己在最后一步，也就是把药物从液体变成固体的结晶环节上给卡住了。老教授一听，哎呀，年轻人有上进心是好事啊，查了查资料，确认他说的原料确实能用在减肥药上，就手把手的在实验室里把这个技术倾囊相授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看似为了人类健康事业而奋斗的青年，转过身就用这个技术造出了能毁灭无数家庭的东西——冰毒，而且不是一点点。他最终造出来的冰毒，据统计高达31吨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能装满一整个篮球场的量。更可怕的是，他造出来的冰毒纯度高达99%，这种技术在当时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个。就因为这，他被冠上了一个名号，叫中国第一大毒枭。说到这儿，你肯定好奇，这刘昭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的人生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，只不过是开错了方向。他从小就是个学霸，脑子特别好使。上中学的时候，就在全省的化学竞赛里拿过大奖，这为他后来的疯狂埋下了伏笔。后来因为家里穷，高中没读完就去当兵了。在部队里，他也是最出类拔萃的那个，别人还在当大头兵，他已经因为表现优异被提拔成了军官，成了老家那批兵里唯一的独苗。按理说，这人生剧本已经很顺了，对吧？可他偏不，他觉得部队的规定太死板，升迁太慢，为了能提前离开，他竟然故意贪污了100多块钱，就为了让部队开除他。你听听，这是正常人的脑回路吗？离开部队后，他凭借自己的关系，摇身一变成了法院的法警，工作照样干得风生水起，还得过3等功，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这个人就好像有种魔力，无论在哪个领域都能轻轻松松的做到顶尖。可安稳的日子满足不了他那颗躁动的心。90年代初，他被抽调去搞招商引资，这可是个肥差，让他接触到了三教九流，也认识了不少有钱的商人。其中一个台湾商人，就像伊甸园里的毒蛇，看穿了他内心深处对财富的极度渴望，开始有意无意的给他灌输制毒能一夜暴富的思想。从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用的兴奋剂讲起，给他上了一堂关于冰毒的启蒙课，最后还送了他一点制造冰毒的初始原料，也就是麻黄素。这一下可算是彻底点燃了刘昭华心中的那团火。他把自己关在宾馆的卫生间里，没用几个小时就捣鼓出了冰毒。那一刻，他看到的不是罪恶，而是通往财富自由的金光大道。但是当时国家对麻黄素这种东西已经开始严加管控了，想大量搞到手比登天还难，换做别人可能就放弃了。但刘昭华是谁？化学天才啊！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，既然搞不到原料，那我就自己创造一种新的原料来代替它。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，他跑去大学里，像个虔诚的学生一样，从老教授那里骗取了最关键的结晶技术。1年之后，他真的成功了，用一种全新的化学方法绕开了麻黄素，开启了他的冰毒工厂。他就像一个黑暗世界的炼金术士，把化学知识变成了害人的毒药。他本来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还警告手下的小弟说国内查得严，货一定要卖到外面去。可贪婪是会传染的，他的同伙为了眼前的暴利，
偷偷在内地散货，结果很快就被警察一锅端了，同伙被抓。按理说，刘昭华应该第一时间跑路才对，可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，他居然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大摇大摆地跑去法庭，从头到尾旁听了自己同伙的审判过程。这已经不是胆子大了，这简直就是对法律的公然挑衅。也正是因为这次旁听，让他对警方的动向了如指掌。他知道同伙肯定会把自己供出来，于是开始了他长达9年的逃亡大戏。你以为他的逃亡是那种东躲西藏、惶惶不可终日的苦日子吗？那你就太小看他了。他的逃亡生活比电影还精彩。他专门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，一栋3层别墅，里面藏着一条秘密通道，90秒就能跑到江边，江上常年备着一艘快艇，3分钟就能冲进主航道，再过一会儿就能消失在茫茫大海。警察从村口开车到他那儿，路上就得颠簸40分钟，这点时间足够他喝杯茶，再从容溜走了。所以当警察真的来抓他的时候，早就是人去楼空。逃出去的刘昭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直到1999年，广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贩毒案，在一个仓库里意外的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冰毒，那场面，据说当时调来了一个排的武警战士，才把那些毒品给搬完，整整摆满了一个篮球场，一称重11吨，是当年全世界查获冰毒数量总和的2倍还多，而这还仅仅是他生产出来的1/3。警方一化验，得，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。刘昭华这个名字再次浮出水面，这次警方迅速锁定了他在广州住的豪华酒店，准备来个瓮中捉鳖。可戏剧性的一幕又发生了，就在警察冲进酒店的时候，刘昭华正好从外面回来，他和警察在电梯口擦肩而过，甚至还一起上了电梯。警察按了8楼，他面不改色的按了7楼，然后提前走出电梯，转身就消失在了楼道里。走出酒店后，他知道全城的交通要道肯定都布满了天罗地网，他没有选择开车或者坐火车，而是买了一辆自行车，慢悠悠的像个市民一样骑到了郊区，然后才打了辆车，一路向北，让警方的包围圈成了一个笑话。你以为他会找个深山老林躲起来吗？不，他去了青岛，承包了彩票机，做起了福利彩票的生意。更神的是，他自己买彩票，居然还中了100多万的1等奖，这让他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，运气好到爆棚，于是决定东山再起。他给自己算了算命，觉得5行缺木，就跑到了一个名字里带3个木的地方，桂林。到了桂林，他化名刘森清，摇身一变成了爱国港商，拿着巨款要投资西部大开发，当地政府把他当成了财神爷，好吃好喝的招待着。他还签下了一个3亿的大合同，租了3万亩林场，种起了当时非常珍贵的红豆杉，规模大到成了世界第1。在桂林，他甚至因为见义勇为抓小偷，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，成了英雄人物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大名鼎鼎的投资商和见义勇为好市民，竟然是公安部 A 级通缉令上的头号毒枭。所谓 A 级通缉令，就是咱们国家最高级别的通缉令，一旦发布，就意味着动用全国的力量来抓你。当时电视上天天滚动播放他的通缉令，他呢，正坐在大排档里吃宵夜，还指着电视里的照片，笑呵呵地问老板，你看我俩长得像不像？当然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的嚣张和高调最终还是暴露了自己。警方通过群众举报，锁定了他的位置，展开了一场代号叫啄木鸟的行动，意思就是要把这只藏在林子里的害虫给揪出来。可就在警察包围他家的时候，他又一次提前嗅到了危险，成功逃脱，甚至还在藏身的山洞里写下自己的名字来挑衅警方。这一次，他回到了他所有故事开始的地方，
他的老家福建福安，他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但他没算到，经过9年的斗智斗勇，警方也早已把他这个人研究透了，早就在他老家布下了天罗地网。2005年3月5日，那天正好是刘昭华40岁的生日。凌晨，当他还在睡梦中的时候，警察从天而降，将他抓捕归案。被捕后的刘昭华没有丝毫的悔恨和恐惧，反而表现出一种超乎常人的镇定和嚣张。在警车上，他对警察说：“你们想知道什么？列个单子。想用智慧战胜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他有一套自己的歪理邪说，他觉得我只是生产东西，又没有拿刀逼着别人去吸，他们吸毒是他们自己的事儿，与我无关。这种逻辑简直让人不寒而栗。当警察问他，作为4个孩子的父亲，你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？他冷漠地回答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他的人生信条里似乎从来没有亲情和责任的位置。直到被捕时，他的床头还放着2本书，一本是教人怎么发财的财神传，另一本是专业的精细化学品手册。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想的依然是靠着自己的化学天赋去赌一个未来。最终，这个被称为化学天才的世纪毒枭，在2009年被执行死刑，结束了他罪恶又传奇的一生。他的故事听起来很酷，甚至有点让人佩服他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。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聪明才智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在正道上可以造福社会，用在邪路上就会变成巨大的灾难。刘昭华的人生就是一个最深刻、最惨痛的教训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能逾越法律和道德的底线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。这句话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刻在心里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